你是不是经常烦恼左手小指太短啊？你是不是又觉得要是当初我的左手小指再长一点点就好？是不是左手小指的音准跟音色都不好呢？那你就应该要跟我们一起来训练左手小指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老师，欢迎回到本期的加深红丝竹音乐。左手的手指训练啊，最难的莫过于小指头这根指头啊。有没有发现你经常搞不定呢？为了清楚认识我们的左手小指，我们必须要从左手的机能动作来谈起哦。在我们的手指头中啊，中指应该是最长的一根手指，最短的就是小指啦。大拇哥不按指，所以不计算啦。在我们的手指上面啊，总共有3个关节，这些关节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哦。这些关节分别是远端关节，也称之为第一关节；再来是近端关节，也称为第2关节；最后是掌指关节，也就是手指与手掌联动的关节。在我们手指触弦的位置啊，早期有使用手指的指节来触弦，但是由于这样的触弦啊，有碍于技术与演奏的限制及进展，所以基本上现在都是使用指尖来触弦哦。目前还保留指关节触弦的，就是大广弦这项乐器啦。不要骗人了啦，韩国的器型也是哦。但是那是韩国啊。指尖触弦可谓是刘天华先生的功绩之一哦。使用指尖触弦的好处非常的多，而且能完成较多且较复杂的技巧，能让二胡的发音啊与技巧更趋丰富。在指尖的触弦中啊，请大家特别注意，每根手指头的角度啊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一般来说，食指的弯曲程度是最高，也就是说食指必须弯曲最多哦。再来是中指弯曲稍微少一点，但是也必须基本将关节弯曲。无名指弯曲的幅度又比中指略少。最后是小指，基本就是微弯曲或者曲度较少哦。这边值得注意且小心的是，每根手指都必须要指尖触弦，而且啊，特别观察中指及无名指的远端关节，也就是第1关节，这是必须要保持弯曲的哦，如此才能指尖触弦，产生良好的发音及稳定音色哦。讲到这边，你是不是应该拿起你的二胡，将左手放到琴上，调整一下自己的左手触弦呢？这边吴老师要请大家跟我们做几个动作，来训练我们自己的左手哦。在训练的一刚开始，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学习过钢琴的朋友或同才，他们学习乐器手指独立性比我们更快上手呢？那我们就拿钢琴的手型来说吧。首先，我们将左手及右手都平贴在桌上，接下来使用指尖贴着桌面，其余的部分都要离开。这边要注意手腕不可以拱起或者凹下。再来，我们将每根手指独立的抬起或放下。小时候我们学钢琴的时候，老师都会说手掌要像拿1颗鸡蛋啊。我同学真的回家拿鸡蛋，后来鸡蛋掉到地上破掉，他就被他妈妈骂了一顿了。依序我们从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到小指抬起再放下。这边请注意，每次放下都要回到指尖哦，并且其他手指都保持指尖贴合桌面。这种训练呢，就是在锻炼自己手指头的独立性哦。接着，我们就依序将食指、中指同时离开桌面，再来是中指、无名指同时离开桌面，最后是无名指及小指同时离开桌面。你应该会发现，无名指与小指同时离开桌面时，无名指可以抬得更高许多。借由这种抬指的方式啊，创造出更多的空间哦。我们接下来训练一个对于胡琴很重要的部分，那就是手掌。一般来说，
概念就是手指抬高即可。不过别忘记了二胡的许多演奏技法中，使用手掌不在少数哦。我们将手掌一样摊平放在桌上，再将手掌抬起，让手指全部保留在桌面。接着将小指与拇指靠近贴合，这样会产生出一个类似水滴形的手型。然后我们尝试将掌面打开，最后让手掌及手指都贴在桌面上，反复来舒展我们的手掌，借此让小指的指尖与指腹都舒展开一次。前面的徒手练习都完成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出练习曲来加强咯。这首练习曲是取自于张韶教授编著的《二胡广播教学讲座》一书当中。练习21，小指练习3。如果你觉得有点困难，那也可以参考我们之前讲过的，跟着我们一起校正音准。我们当时候是练习低调3、4指音准校正练习，应该会稍微简单不少哦。在这份小指练习3下方有2则重要的演奏提示：一、重点练习小指及4个手指头的弹性，每次练习时间切勿过长连续3遍就要休息哦。如果练习时间过长，小指易得劳损症，务必切记啊。2、先用中速练习，等你可以快速练习时候，再改为2小节1弓。我们可以先观察整首乐曲，1到4小节全部是内弦，而5到8小节全部是外弦。在每次指定的练习中都有注记上去，请大家练习时务必遵守哦。我们当然也可以先用徒手练习的方式，将这些指法透过类似钢琴的手型在桌上练习。等手指头的顺序及手型都能稳定的使用后，再拿起我们的二胡来练习吧。如果是吴老师自己练习的话，我会先将注意力投入在左手的状态上，保持每个手指头的独立性，再来每根手指头是不是指尖触弦，这能保证我的音色稳定哦。在这个时期，我的右手尽可能的要简化，所以我会使用分弓来训练。当我们可以顺利的演奏后，接下来就要注意音准的部分喽。每次可以在4指收的后面再加一个空弦的收，让我们的耳朵不断的辨识音准的差异，都让手型及音准趋稳定后，就可以开始加快速度，并且使用连弓喽。最后，吴老师提醒大家，在训练的过程中别忘记使用节拍器哦。对于小指练习，我们更应该花时间训练它，并且还要有适当的休息时间。长期以往，对于小指头的开发及稳定性，绝对是会进步的哦。我是吴老师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加深红丝主音乐见面喽。